济公活佛的由来及传说。济公活佛又称济癫和尚或道济和尚，是中国佛教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奇人异士。他以其独特的行事风格和慈悲为怀的精神深受人们喜爱，被后世尊为活佛。济公活佛的故事充满了神奇色彩，从他的生平到他所行的种种奇迹，均被广泛流传，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济公本名李修缘，字同甫，俗姓李，生于南宋高宗绍兴18年1148年，卒于宁宗嘉泰4年1204年。他的父亲李茂春，母亲王氏，是浙江天台人。李修缘自幼聪明伶俐，但对仕途并无兴趣，反而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济公早年在家中学习，后来到天台山国清寺出家，拜道济和尚为师，法号道济。济公在国清寺时，与众不同的言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他经常饮酒吃肉，行为举止颠三倒四，但他的言行举止中却透着佛理深意，经常帮助穷人，解救苦难，因而赢得了百姓的敬仰。济公活佛的传说极为丰富，分享一些最著名的故事。相传有一年，浙江天台山地区连降大雨，河水暴涨，洪水泛滥，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。村庄被淹，农田被毁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情况十分危急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，当地的官府和百姓都束手无策，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。当时济公正在天台山一带行走，施展他的慈悲和智慧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。听闻洪水泛滥，百姓受苦，济公心中十分忧虑，决定亲自前往灾区，看看能否帮助百姓脱离困境。济公来到灾区，看到河水汹涌，洪水四溢，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。村庄里的房屋倒塌，田地被淹没，百姓们正在惊慌失措地四处逃难。一些老人和孩子无法行动，困在屋顶上或高处，等待救援。看到这一幕，济公毫不犹豫地开始行动。济公首先来到河边，手持破山，站在高处，观察河水的流向和涨势。他闭上眼睛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然后用破山朝河水方向猛力一扇。令人惊奇的是，河水在他的扇动下，竟然慢慢地退了回去。看到这一幕，围观的百姓们惊讶不已，纷纷向济公顶礼膜拜，感激不已。然而，仅仅让洪水退去并不足以解决问题。济公知道，要彻底解除洪水带来的灾难，还需要找到根本原因，防止洪水再次泛滥。他决定进一步探查洪水的源头，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。济公沿着河流逆流而上，穿过丛林，翻越山丘，最终来到了一个山谷。这里是一处平时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。济公发现河水在此处突然增多，流速加快，显然是洪水的主要来源之一。经过仔细观察，济公发现山谷中有一处隐蔽的泉眼，泉水源源不断地涌出，与山间的溪流汇合，最终形成了汹涌的洪水。济公知道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找到办法控制泉水的流量。他四处寻找，终于在山谷的另一侧找到了几块巨大的岩石。济公运用他的神力，将这些岩石移动到泉眼处，将泉眼的水流引导到其他方向，
减少了流入河流的水量。在此过程中，济公不仅依靠他的智慧和神力，还动员了当地的百姓。许多百姓在济公的感召下，自愿加入到治理洪水的行动中来。他们在济公的指挥下，修建了临时的堤坝，加固了河岸，并疏通了河道，使得河水能够更加顺畅地流过，不再泛滥。济公还教导百姓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预防洪水的侵袭。他告诉大家，要保持河道的清洁，避免堆积垃圾和杂物，确保水流的通畅。同时，他还建议在河岸种植树木和植被，以增强河岸的稳固性，减少洪水对土地的侵蚀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洪水终于被成功控制，河水回到了正常的水平，村庄得以重建，农田也逐渐恢复生机，百姓们重新过上了安定的生活，对济公的恩德感激不尽。济公的这次救洪行动，不仅解救了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还教会了大家许多防灾减灾的知识。他的智慧和慈悲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的百姓，使得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加注重环境的保护和灾害的预防。此事在当地传开，人们称济公为济颠活佛。这次救洪行动也进一步巩固了济公在百姓心中的地位。他那癫狂的行为和破扇子的形象成为了人们心中智慧和慈悲的象征。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，还是在面对灾难时，百姓们都会想起这位奇特的和尚，并从他的故事中汲取力量和智慧。济公活佛的传说，通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，成为了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每当洪水来袭或遇到困难，百姓们都会向济公祈求保佑，期望能够像当年一样得到他的帮助。济公的精神也激励着后人，让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不屈不挠，勇往直前，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济公的这次救洪行动，不仅是一个神奇的传说，更是一个启示我们如何面对自然灾害和困难的智慧故事。它告诉我们，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，智慧和慈悲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。只要我们心怀慈悲，运用智慧，就能够克服困难，战胜灾难，创造美好的生活。济公的传奇故事中有一则关于他力挽狂澜，修建大佛像的故事，这不仅展现了他的神奇力量，还表现了他深厚的慈悲心肠和智慧。故事发生在一个小村庄，这里的村民们生活质朴，但信仰虔诚。他们相信修建一座大佛像可以保佑村庄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康。于是，在村长的带领下，村民们集资开始修建这座佛像。然而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工程进展缓慢，村民们人心涣散，士气低落。就在这时，济公来到了这个村庄。他穿着破烂的僧袍，手持破扇，脚步轻盈，面带微笑。他看到村民们为修建佛像而焦头烂额，便主动上前询问情况。村长看到济公这副样子，心中不免有些怀疑，便将修建佛像的困难向他诉说了一遍。济公听后微微一笑，说道：修建佛像是功德无量的善事，我来帮你们一起完成吧。村长和村民们对他的话将信将疑，心想这个疯癫和尚能有什么办法。不过，由于走投无路，他们还是决定给济公一次机会。济公让村民们准备好石块、木材和其他建材，自己则走到佛像的建造现场。他环顾四周，默默地念了一段经文，
然后用手中的破扇开始扇动。奇迹般的事情发生了，那些重达数百斤的石块和木材在他的扇动下，竟然如同有生命一般，纷纷移动起来，自动组合在一起，迅速地形成了佛像的轮廓。村民们看到这一幕，惊得目瞪口呆，纷纷跪拜在地，称颂济公为活佛。济公微笑着说：大家不要惊讶，这是佛祖慈悲的力量，大家一起来，齐心协力，很快就能完成这座佛像。在济公的带领下，村民们重新鼓起了干劲，齐心协力修建佛像。他们不再抱怨，不再怀疑，而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。济公也不辞辛劳，亲自搬运建材，指挥大家的工作，甚至在夜晚也不休息，继续用破扇扇动那些石块和木材。这样过了几天几夜，佛像的建设终于接近尾声。最后一块石头被安放在佛像的顶端，济公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心中充满了欣慰。村民们看到大佛像矗立在村庄中央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崇敬，他们纷纷向济公顶礼膜拜，感谢他的大恩大德。然而，故事并未结束。济公在修建佛像的过程中，不仅展现了他的神奇力量，还以他的智慧解决了许多问题。当村民们在搬运石块时遇到困难，济公会用简单的物理原理告诉他们如何省力。当大家在建造结构上产生分歧时，济公会用他深厚的佛理智慧来化解矛盾，让大家和睦共处。济公的这次行动不仅完成了一座大佛像，还在村民们心中种下了智慧和慈悲的种子。村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，这些都成为他们日后生活中的宝贵财富。佛像建成后，村庄的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，村民们感受到济公带来的变化，他们不再仅仅依赖外在的力量，而是开始寻找内心的智慧和力量。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，大家更加团结，生活更加和谐。济公在完成佛像的建设后，并没有留在村庄享受荣誉，而是默默地离开了。他继续他的行脚生涯，到处行善济世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。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，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他的智慧和慈悲。这次力挽狂澜修建大佛像的故事，成为了济公传奇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篇章。它不仅展现了济公的神奇力量，更展现了他深厚的智慧和慈悲心肠。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真正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外在的形式，而在于内心的智慧和慈悲。